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谁懂啊？沉香播出快4年，程毅这2段吻戏依旧让人脸红心跳。提起沉香如屑，很多观众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剧情主线，而是那些令人反复回味的高光情感瞬间。尤其是程毅饰演的应渊，更是凭借几场极具张力的吻戏，牢牢占据了观众心中的仙侠名场面榜单。即使时隔数年，再次重温，依旧会让人不自觉的脸红心跳，仿佛当年的悸动从未消散。从表面来看，这2段玉童吻与屏风吻之所以出圈，似乎是因为氛围暧昧，镜头唯美，但如果细细分析，就会发现其真正打动人的关键，并不在于形式上的亲密，而在于情绪层层递进所带来的真实冲击。应渊这一角色本身就是典型的克制型人物设定，他身负责任，心怀大义，对情感始终保持压抑与隐忍。这种长期的自我控制，使得他在面对爱情时，始终游走在理性与本能之间。正因为前期压抑的足够深，一旦情绪出现裂缝，便会形成极具冲击力的反差效果。玉童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情绪逻辑之上。在那一刻，应渊并非主动出击，而是在神智略显混乱、情感濒临失控的状态下，本能地靠近对方。这种无意识的亲近，比任何刻意设计的浪漫桥段都更具感染力。观众所感受到的，不是表演层面的撩，而是一种压抑已久的情感突然破防的真实流露。这一段的细节处理尤为关键。首先是他微微迟疑的瞬间，那是一种理智尚存的挣扎；随后是情感占据上风的靠近，以及不自觉的亲吻动作。而当对方试图退开时，他本能地抓住对方手臂，手背青筋危险。这种肢体反应进一步强化了情绪的强度。整个过程并非一气呵成的浪漫推进，而是由犹豫、试探、失控与惊觉共同构成的复杂情绪链条。这种层次感正是其令人难以忘怀的重要原因。相比之下，屏风吻则更多呈现出另一种情绪质感，它少了一分突如其来的失控，多了一分暧昧与拉扯。在若即若离的空间氛围中，人物之间的距离被不断放大又缩短，情绪在沉默与对视中悄然发酵。这种克制中的暧昧，使观众在视觉与心理层面都产生持续的张力感，从而加深了对角色关系的投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程毅本人曾表示吻戏是自己的短板，但从实际呈现效果来看，这种自我认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的表演风格。与部分演员偏重技巧与形式不同，他在处理情感戏时，更倾向于从角色内心出发，而非刻意营造外在的亲密效果。他并不急于表现亲密，而是通过细微的表情变化与肢体语言，让情绪自然生长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的吻戏往往不会给人以刻意撩人的感觉，而更像是角色在特定情境下无法抑制的情感流露。观众在观看时，也不会产生距离感，反而更容易沉浸其中，与角色产生情绪共振。这种基于人物逻辑的表演方式，使得每一个亲密瞬间都显得合理且真实，从而具备了更强的记忆留存能力。此外，播出节奏也在无形中放大了这些名场面的影响力。当年追剧过程中，玉童吻恰好卡在剧情高潮处戛然而止，使观众在强烈情绪尚未释放的情况下，被迫等待下一集更新。这种情绪悬置状态，会促使观众在脑海中不断回放与延伸相关画面，从而形成更深刻的心理印记。许多人至今仍能回忆起当时那种辗转反侧、满脑子剧情的状态，正是因为情绪在关键时刻被精准的定格。
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沉香如屑之所以能够在多年后依然被反复提及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高完成度的情感表达。它们并非单纯依赖视觉刺激或情节噱头，而是通过人物性格、情绪发展与表演细节的多重叠加，构建出具有持续生命力的经典场面。因此，当观众在多年后再次重温这些片段时，所产生的心动感，并非源于新鲜感，而是一种被唤醒的情绪记忆。那是一种曾经被完整触动过的体验，在时间的沉淀下反而愈发清晰。也正因如此，应渊的深情与克制，以及诚意细腻而内敛的表演，才能在众多仙侠作品中脱颖而出，成为观众心中难以替代的存在。